他盯着新婚妻子咽口水，不仅因为他刚从战场回来，还因为妻子长得如此的美艳。他整理床单，妻子也正好梳好了头，可妻子梳完头坐到床上马上就要脱衣，却礼貌地提醒他不要盯着自己。好吧，基努转过整个身子，然后祝福维多利亚能够找到如意郎君。No, I believe that. 原来两人只是一对假夫妻，今晚还得分床而睡。既然维多利亚占用了婚床，基努只能睡地铺。等基努躺下，维多利亚开始试探基努对1拖2的态度。Would you marry someone if it wasn't your baby they were carrying? If I loved her? 基努不知道他的话已经触动了维多利亚的内心，只是不敢表露出来，因为维多利亚觉得自己的现状配不上基努。然而两人刚刚关灯，敲门声突然响起，是维多利亚的爸爸要跟新婚的女儿互道晚安。于是维多利亚赶紧示意基努上床，然后重新打开床头灯，两人只用了3-5秒就完成了恩爱夫妻的拥睡姿势。这时爸爸走进女儿的闺房，只对女儿说了一句晚安，至于那个他不认可的穷女婿直接忽略。可爸爸正要离开，突然却又回头，原来他瞥见了基努掉在地铺的被子。好在爸爸没有多问，只是若有所思地离开了女儿的房间。爸爸出去以后，基努询问这个房门能不能反锁，得到否定答案，他决定跟维多利亚一起在床上过夜。维多利亚点了点头，虽然他心中此刻有些惊慌，却也掺杂着许多期待。基努也何尝不是如此。好在最后两人的情不自禁被理性战胜，他们关灯，各自侧头互道晚安。而基努等明天天亮也就完成了担当假丈夫的任务，结束他被维多利亚白嫖1天的奇怪经历。两人在今天的火车上刚刚认识。基努是2战退伍老兵，他身材挺拔，一身军装帅气又威武。而维多利亚在皮箱掉地，基努出手相帮时，才终于注意到了基努的长相。他可以用许多优美的词汇形容眼前的男人，不过此时他只是保持矜持，对摔碎的相框说了一句 He's going to kill me. 可基努刚要安慰，火车突然急刹，两人上演了一出尴尬的叠罗汉。起身时，维多利亚因为怀孕，直接吐在了基努的军装上。此后两人的缘分像是受到了魔鬼的诅咒。基努洗军装，维多利亚睡着，而当基努睡醒，失落的发现维多利亚竟然已经下车。基努莫名其妙也被赶下了火车，莫名其妙在班车上竟然又见到了维多利亚。原来两人摔倒时，维多利亚捡错了火车票，害得基努只能在维多利亚的家乡下车。解开谜团，维多利亚道歉，而心胸宽阔的基努也只是豁达一笑。两人聊了一会，基努才知道维多利亚是个硕士生，正要回家跟父母团聚。可到了半路上，维多利亚被人调戏，基努出手，却又因为打架被司机赶下了班车。他看见车尾窗的维多利亚一脸关切，不过再谈缘分似乎已经来不及，因为车辆已经远走。可基努抄小路走了一会，却又遇到了坐在路上哭泣的维多利亚。原来维多利亚不仅未婚先孕，还被男朋友抛弃，现在回家不知该如何应付暴躁的父亲。基努给维多利亚支招，可以找个男人假装已婚应急，只要爸爸恢复理性即可。谁会无聊到愿意帮别人假扮丈夫呢？维多利亚觉得很不现实，提着行李要返回家，没想到基努会给维多利亚惊喜。There's me. 两人约定基努只住1晚，明天就离开，然后声称自己甩了维多利亚。为了装出新婚的样子，从事巧克力推销的基努用附赠的廉价戒指给维多利亚戴上。没想到维多利亚介绍他的家却是一座山间巨大的葡萄庄园，仿如云霄仙境。两人正准备穿过葡萄园，却被一阵阵猎枪的声音惊吓趴倒。爸爸手持猎枪，以为抓到了苟且的男女，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自己女儿。当他听说女儿偷偷嫁给了眼前的男人，可想而知有多愤怒。爸爸踹门回家，第一句话就是要撤销女儿的婚姻。 I will not allow this. I'll go to the Pope himself to get this undone. We're married in Germany. 面对女儿争辩，爸爸并不理会，只想让家人平逆。Money! Mama! Grandpa. Your daughter. She is married. I'm the one who came home to rub in their face that I married this. 然而爸爸气急之下，却又说不出基努的职业，只能让基努自己介绍。 I sell chocolate. 可当人们听说基努是个业务员，却也不知该如何维护两人的婚姻。好在尴尬时刻，爷爷站了出来。 Welcome to a happy family. 爸爸觉得没脸看了都，可妈妈却和奶奶双双露出欣慰的微笑。等爷爷准备品尝基努的巧克力，爸爸快爆炸了，却又不能顶撞老头，所以只能冲出去关门，想要把家丑锁在屋中。他哪里知道，老头觉得孙女婿的巧克力美味至极。 It's wonderful. It's wonderful. 晚饭时间，爸爸要政审基努的出身。得知基努在孤儿院长大，他直接断定基努是个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男人，不配与他的女儿结为夫妻。 You don't know that he has no future. You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him. 眼看维多利亚又要因为自己跟爸爸争吵，
基努只能起身离席，提前结束他的晚餐。两人来到门外，维多利亚再次道歉。没想到基努不仅不生气，反而羡慕维多利亚有个热闹的大家庭。看见维多利亚在生爸爸的气，他甚至还会帮爸爸争辩几句。 What if it were me? A strange man comes into my house, tells me he's married my only daughter, and I'm the last to know? Probably act the same way. No, you wouldn't. I don't know about that. I do. 晚睡时间到了，按照家族传统，新婚夫妇今晚可以睡爸爸的婚床。可爸爸看着相框破碎，婚床还被抢走，他这就更生气了。于是跟新婚女儿说晚安的环节，他直接全程黑着脸。这天夜里，基努梦见了战场，他梦见战火烧到了福利院，自己却没能护住福利院的周全，于是吓醒，全身是汗。就在维多利亚安慰基努时，整个庄园突然发出了警报声，原来是霜冻到来，需要紧急生火驱寒。 否则，葡萄一旦上冻，整个庄园的果实都将坏掉。人们在葡萄垄间升起一排排炉火，然后像蝴蝶一般扇动翅膀，这样热气才能被葡萄均匀吸收。也因为维多利亚全程教导基努，两人整整一夜都贴在一起，走出了云中漫步的姿势。第二天清晨，基努要走了，他不想等家人起来，然后需要寒暄，还需要送别。而维多利亚除了祝福基努顺利，完全没有任何理由进行挽留，只是他的不舍依然明显的写在了脸上。 可基努刚刚走出大门，却又在门外撞见爷爷。爷爷把基努带上山顶，他一定要让基努看看，整个葡萄园已经种了几百年，名叫云霄仙境的老树根。正是这棵树根繁衍了整个葡萄庄园。爷爷让基努记住，从此他不再是一个孤儿，他也是葡萄庄园的一份子。可基努却有些心虚，不敢回话。为了不让爷爷对自己失望，基努只好决定再待一天。而爷爷为了不让基努有巧克力推销，干脆把基努的巧克力吃完。 两人一起返回葡萄园，维多利亚看见基努没走，显得又惊又喜。这天正逢葡萄园采收，为了帮忙，维多利亚的弟弟也回来了。一家人现在可真是幸福大团圆，几人轮流拥抱。作为孤儿的基努则是静静的看着，他从来没有体会过一大家人温馨相处的幸福时光。采收开始前，爸爸将一把小刀扔给基努，然后让维多利亚教导自己的丈夫。而维多利亚听见爸爸这样称呼基努，已经显得十分的知足。 采收过程，基努十分努力。爸爸觉得小伙子不赖嘛，于是加快了手头的速度。葡萄园顿时变成两个男人暗暗较劲的战场，而围观的人们则把两人当成好胜的小孩。大半天后，两人采摘的葡萄堆成了两座小山。爸爸战胜了基努，他振臂欢呼。可基努却捡起爸爸掉落的葡萄串，细心拍打上面的灰尘，然后放回筐里。两个男人这时终于会心一笑，而全家人也感受到了他们相互释怀的幸福。 到了下午，人们将采收的葡萄倒进池子，姑娘们则赤着脚丫进入池子采葡萄，这样带着脚臭味的葡萄酒味道才够正宗，还够清香飘逸。基努见此架势，也把维多利亚抱了进去，然后看着美丽的姑娘在池中跳舞，也忍不住暖笑一声。几个好事的姑娘见此架势，也把赤脚的基努扔了进去，让他在池子里面跟维多利亚撒欢打滚。这带着爱情味道的酒，简直可以一瓶传三代，爱意正浓。两人一起回到房间，基努却突然推开了维多利亚。 原来他有不得已的理由，不能跟维多利亚相爱。Can't imagine how I want you, but I'm not free. 此时的维多利亚知道真相，只能蜷缩在床上自己哭泣。葡萄庄园急需资金，基努建议爸爸可以贷款，然而爸爸却揭穿基努睡在地板上，没有资格管自己家里的事情。Now, tell me what's going on here. That you sleep one night on the floor, the next on the couch. 为了维护基努，维多利亚又跟父亲发生了争吵。 第三天，基努真的必须走了，然而奶奶却又洗掉了基努的军装。与此同时，基努看见维多利亚肚子痛，赶紧冲过去看望情况。然而维多利亚似乎有些生气，他只是让基努快走。维多利亚带着怨气走了。基努追进发酵仓库，却又被爸爸狂怼。Don't think that just because you married her, any of this is yours. I didn't see a wedding. I didn't even see a wedding certificate. 可这一次，基努并不退缩。 他也将爸爸的问题指了出来。Reason for what? For shutting your daughter out of your heart. My whole life I've been dreaming of getting the kind of love your daughter tries to give you. Why can't you just love her? She's so easy to love. 旁边偷听的维多利亚怨气也消了大半，因为基努对她的评价简直是另一种方式的告白。How wonderful, how special she is. 爸爸狂躁的让基努记住，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家人过得幸福。可基努回怼，同样一针见血。 You should let him know it. 因为爸爸实在不欢迎自己，基努捞起湿漉漉的军装，决定立即出门。可基努正要离开，没想到竟然又被爷爷叫住。爷爷要基努陪自己喝2杯，既然采摘了葡萄，就应该品尝一下自己的脚臭味。两人一直喝到天黑，醉醺醺的爷爷还以为基努跟维多利亚吵架，他带了乐队要基努对着维多利亚的窗户唱歌。
这是当地男孩对女孩的道歉方式，只要维多利亚开灯，就表示他已经原谅了基努。房间里的维多利亚自然已经被吵醒，然而他不想牵绊基努，所以迟迟没有点亮房间的灯光。基努最后只能失落地走了。可当他走到葡萄园，回头却看见维多利亚为他点亮了房间的灯光。天亮后，基努在车站即将离开，却又看见爸爸带着一家人正在参加葡萄酒展销会。市长发言的时间，维多利亚一抬头，却又看见了楼上的基努。由于市长十分认可维多利亚家的脚丫酒，一家人欢声雷动。与此同时，基努下楼要跟维多利亚当面道别，两人释然为不可预知的命运干杯。没想到爸爸眼看基努深情款款，竟然对市长介绍这是自己的得意女婿，还擅自大声宣布自己的小女即将举办婚礼。而基努对一家人的知遇无以回报，只能把自己最珍贵的勋章留给了维多利亚。面对这份在战火中用性命换回的礼物，维多利亚当众亲吻了基努。不久后，基努回到家门口，却听见房中传出男女的欢笑声。他进入房中，拉开帘子，果然发现一头正在家里磨面的驴，而自己给妻子写了一皮箱的信，却被妻子随意扔着，几乎都没有拆开，也没有给自己回过几封信。而妻子也不跟基努解释，只给基努递来一张离婚协议书。基努签了离婚协议书，当他下楼时，突然发觉自己获得了自由。Paul, are you all right? Yeah. 大笑声中，基努跑步去找维多利亚，这让那头驴和前妻一头雾水。可基努回到葡萄园附近，却被酒后愤怒的爸爸用火灯砸。由于秋天风干物燥，整个葡萄园几乎瞬间起火。而维多利亚闻声出来，只是远远看见基努独自救火的身躯，他赶紧把身子淋湿，参与这场营救行动。然而由于火势太大，就算最终全家人参与救火，也终于还是于事无补，反而是弟弟差点被大火吞没。好在最后是英勇的基努救出了弟弟。这天夜里，整个葡萄园成了火海，全家人欲哭无泪。第二天早上，爸爸很自责，他觉得是因为自己不懂如何表达爱，才让一家人失去了所有。 I didn't know any other way to love. Can you teach me? 可维多利亚当然不会怨恨爸爸，他只是跟爸爸相拥而泣。这时爸爸才明白，爱是宽容，不是命令与强迫。好在不久后，基努从云霄仙境拔来依然活着的葡萄老根，爸爸用小刀切开葡萄根，确认葡萄根可以继续培植，全家人重新拥有了新生的希望。有人流泪，也有人开心的相拥庆祝。